很多长辈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到老反而把自己的晚年过得岌岌可危。真正会过日子的老人，从来不是靠省钱安度晚年。为什么越是舍不得花钱、处处节俭的长辈，越容易在晚年突然病倒，生活失控？今天我就用行医数十年，见过上千位长者晚年结局的真实经历，跟大家聊透这件事。大家身边一定有这样的长辈，一辈子勤勤恳恳，年轻时养家糊口，辛苦打拼，退休后更是处处节省，不敢吃，不敢穿，不敢动家里的任何东西，一心想给儿女多留点积蓄。可偏偏就是这一类最懂事、最体谅后辈的老人，往往在70多岁、80岁的关键节点，突然身体垮掉，要么跌倒卧床，要么慢性病爆发，最后不仅没享受到晚年轻福，反而拖累了全家人。很多人以为晚年过得好不好，取决于存款多少，子女孝不孝顺。但我观察了几十年，也见证了台湾无数长辈的晚年生活，真相根本不是这样。真正决定一个老人晚年品质能不能自主自在活着的，从来不是存了多少钱，而是你有没有一套科学的晚年生活管理方式。今天这条影片，我结合台湾最新的高龄社会数据，还有我身边2位反差极大的长者真实案例，把普通人最容易踩的晚年大坑，独居生活的隐藏风险，一辈子没人教你的晚年开销与养生逻辑，一次性讲透，全程都是实打实的经验，没有空话，认真看完，至少能帮你少走10年的晚年冤枉路。无论你是即将退休、已经退休，还是想要规划父母的晚年生活，都能受用终身。很多人觉得独居老人的晚年一定是孤独凄凉，无人照料，迟早会生活失控，身体垮掉。但我认识一位台南的78岁阿公，彻底打破了大众的这个刻板印象。这位阿公独居在老旧公寓，一个人住了整整15年，没有和子女同住，也没有请看护，住养老院。可他的身体状态、精神气色、生活自理能力远远超过很多60出头天天养尊处优的退休人士。他每天自己骑脚踏车出门买菜，3餐亲自下厨，定时运动，作息规律，头脑清晰，行动利落，不仅没有老人常有的萎靡孤独感，反而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井井有条，从容自在。同样是独居，为什么有人晚年凄凉多病，处处被动，有人却能越老越从容，越活越通透？这里藏着一个所有长辈都容易忽视的核心真相，也是我接下来要重点跟大家拆解的关键。大部分老人晚年出问题，从来不是因为缺钱没人照顾，而是从一开始就用错了晚年生活的经营思维。太多长辈把晚年活成了被动等待，等子女照顾，等身体出问题，等意外到来，而真正会养老的人都在做主动管理。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对比鲜明的案例，是台北一位75岁的阿嬷，也是今天这期影片的核心主角。这位阿嬷一辈子极度节俭，在台北打拼20年，省吃俭用，舍不得吃穿，舍不得改造家里，舍得花钱做健康管理，所有开销能省则省，一心只想攒钱留给后代。可就在前2年，他突然在家中跌倒，引发骨折，长期卧床后又出现感染，肌力快速退化，原本硬朗的身体一夜垮掉，彻底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。躺在病床上的他才彻底醒悟，自己省了20年的小钱，最后却赔上了一辈子的晚年品质。辛苦攒下的积蓄，最后全部花在医疗看护上，反而让自己受尽苦楚，也连累了家人。他康复后专门整理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晚年开销账单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省钱养老思维。这份账单值得所有长辈、所有即将面临退休的人认真借鉴。很多人一辈子想不通，为什么自己处处节俭，晚年反而越来越难过？答案其实很残酷，晚年最不值钱的就是拼命省下的小开销。晚年最该花、最不能省的钱，大多数人都硬生生省掉了。首先，第一笔最不能省的晚年开销，也是所有养老问题的第一道防线，就是居家环境的安全改造。这也是无数长辈栽跟头的最大隐形大坑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老年人晚年最致命、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威胁是什么？是高血压、糖尿病这类慢性病？是常年的劳累透支，还是饮食不规律？我告诉大家，从医数10年，我见过太多长辈的晚年转折点，真正让老人从健康自理变成失能卧床、生活无法自理的头号杀手，从来不是慢性病本身，而是居家意外跌倒。
很多长辈觉得自己在家住了几十年，环境熟悉的不能再熟悉，根本不需要改造，凑合住就好。可大家要明白，我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年都在悄悄退化。50岁的身体、60岁的身体、70岁的身体，平衡感、肌力、反应速度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家里的危险隐患却从来不会主动消失。这里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，我认识一位台中退休女教师，今年81岁，独居透天辍10年。前几年她一直觉得身体硬朗，家里环境也没问题，完全不需要多余的改造和装修。直到有一次半夜起夜，差点被地面杂乱的电线绊倒，那一刻她才彻底惊醒。从那之后，她花了很少的一笔钱，把整个家做了全面的适老化改造，每一处细节都针对老人的身体特质调整。浴室铺上专业的防滑垫，马桶旁边加装稳固扶手，床边和走廊安装感应夜灯，楼梯贴满防滑胶条，室内所有凌乱的电线全部沿墙收纳固定，还把家里所有低矮不稳的椅子全部更换成带扶手、支撑性强的座椅。这些改造花费的钱真的不多，都是几百、几千块的小开销，但就是这一点点不被重视的改变，让他这几年从来没有出现过跌倒、绊倒的风险。至今81岁，依旧能独自上下楼，独立生活，完全不需要子女操心。反观台北那位跌倒的75岁阿嬷，家里住了20多年，处处破旧凌乱，浴室潮湿打滑，从不处理，楼梯没有任何防滑措施，电线随地乱放，夜间没有照明设备，他总觉得自己小心一点就不会出事，不愿意花钱改造。可晚年身体反应变慢，肌力下降，一次不留神的跌倒就直接让他的晚年生活从此改变。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居家改造是养老第一优先？给大家一组台湾最新的真实数据，现在全台仅老人单独居住的住宅已经逼近92万户，其中完全独居的长者户数首度突破70万户，并且数字还在持续攀升。卫福部每2年都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访查70万独居长者，分级提供关怀、送餐、紧急救援服务。最核心的原因就是独居长者一旦在家中跌倒，大概率会引发骨折、长期卧床、肺部感染、肌肉萎缩的连锁反应，原本健康的身体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彻底失能。很多长辈一辈子省吃俭用，舍不得花几千块改造居家环境，最后却要花几十万、上百万的医疗费、看护费，甚至赔上终身的自理能力，这真的是最亏本的晚年买卖。说完居家环境，接下来第二笔最不能省的晚年开销，也是90%长辈都在犯的致命错误，就是饮食上的伪清淡，正在悄悄偷走你的肌肉和体力。我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老人养生就是要吃得清淡，少吃肉，少吃蛋，少吃油，才能预防三高？如果大家也是这么想，那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这就是老年人肌力流失，越老越没力，容易跌倒的核心元凶。很多长辈晚年身体垮掉，不是因为吃太油太腻，而是因为吃得太素太敷衍，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。刚才提到的那位台中退休女教师，独居多年，从来不凑合吃饭。她有一个坚持了10年的习惯，每周固定2次去传统市场采购，一次专门买新鲜的叶菜、水果，一次专门买鱼、鸡蛋、豆腐这类优质蛋白质，从不大量囤货，只买当天当周能吃食材，保证每一餐的新鲜度和营养。他的3餐安排的极其科学规律，早餐必定搭配鸡蛋和无糖豆浆，保证晨起的蛋白质供给；午餐吃的丰盛饱足，蔬菜、主食、蛋白质样样齐全；晚餐以清淡的青菜、豆腐、鲜鱼为主，并且坚持晚上7点之前吃完，不给肠胃增加负担。我曾经问过他，一个人吃饭为什么要这么讲究，这么麻烦？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深的话，我一辈子辛苦奋斗，到老了是养自己的身体，不是敷衍自己的身体。一个人吃饭更不能随便对待。反观大多数独居长辈的真实状态，一个人生活觉得做饭麻烦，吃饭孤单，常常一碗面、一个馒头、一碟酱菜就打发一餐，长期不吃肉、不吃蛋、不吃豆制品，自以为是养生清淡，实则是在慢慢透支身体。这里跟大家讲一个专业的养生常识，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重点。老年人的新陈代谢虽然变慢，但对蛋白质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比年轻人更高。医学界明确建议，长者每天的蛋白质摄取标准是每公斤体重
1到1.2克，而且必须均匀分配，在早中晚3餐，不能集中在一餐，更不能长期缺失。现在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，将近30万人深受肌少症困扰，其中女性、久坐不动、有慢性病的族群，患病风险更是直线飙升。很多人以为肌少症是慢慢老化的正常现象，其实根本不是。大部分人的肌肉流失都是长期饮食清淡、蛋白质摄入不足造成的。小腿越来越细，握力越来越差，走路速度变慢，从椅子上站起来费力，爬2层楼梯就气喘吁吁。这些全部都是肌少症的早期警告讯号。一旦肌肉流失严重，平衡感会彻底崩坏，跌倒、骨折、住院的风险会直接翻倍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人明明没有大病，却越来越虚弱，无法自理的根本原因。很多长辈为了预防三高，极端忌口，把肉蛋、奶全部戒掉，看似是在养生，实际上是在透支自己的晚年体力。真正的清淡饮食是少盐、少糖、少油炸、少重口味，绝不是戒掉蛋白质，只吃青菜白饭。这位台中老师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，每一餐吃饭前都会简单自查一遍，问自己这一餐有没有足够的蛋白质，如果没有就及时补1颗鸡蛋、1杯温牛奶或者1小块豆腐，就是这个简单的小习惯，让他10年来气色红润、肌力充足，完全没有出现同龄老人的虚弱无力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去市场买菜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社交，和固定的摊商聊几句家常，了解街头巷尾的小事，让自己保持和社会的连接，不至于封闭自我。这也是很多独居长辈最欠缺的生活状态。现在台湾政府不断扩大独居长者的送餐服务、关怀访视，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解决独居老人懒得做、随便吃的饮食困境。因为临床案例告诉我们，一个老人一旦失去好好吃饭的动力，营养状态和心理状态会同步崩塌，身体机能会快速退化。所以我真心建议所有长辈，晚年最不该省的钱就是3餐的食材钱，不用买昂贵的补品、保健品，只要保证每餐有新鲜蔬菜，有足量优质蛋白质，好好吃饭，就是最低成本、最高效果的养生。说到这里，很多观众肯定会问，我3餐吃的规律，营养也够，为什么还是会身体退化、体力变差？这就牵扯到第3个隐形大坑，也是晚年最容易被忽视的真相。不动才是加速老化的头号杀手。几乎所有长辈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，觉得年纪大了就要多休息，少走动，少出力，避免受伤，避免劳累。但几十年的行医经验告诉我，老人养生，过度休息比适度劳累更伤身。人体的肌肉、骨骼、关节都是用进废退的状态，长期不运动，长期久坐久卧，肌肉会快速萎缩，肌力会持续下降，平衡感会逐渐丧失，最后变成稍微走动就累，随时可能跌倒的体质。我认识的这位78岁台南阿公，之所以状态远超同龄人，核心秘诀就是从不偷懒，坚持规律运动。他没有做高强度的剧烈运动，都是适合老年人的温和训练，每天晨起固定做全身伸展，放松僵硬的筋骨，上午去附近公园快走半小时，走到身体微微出汗即可，下午再慢走一圈，维持身体代谢。在家没事的时候，会靠椅子做简单的深蹲练习，扶着墙壁做推力训练，甚至用保特瓶装水当作轻量哑铃，锻炼手臂和腿部力量。这些动作看似简单不起眼，但日复一日，长年累月的坚持带来的改变是质变的。他的腿部肌力充足，身体平衡感极好，反应灵敏，不仅不会跌倒，日常行动、上下楼梯、提买菜重物都轻松自如。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医学界的黄金常识，居家环境改造只能减少跌倒的外部风险，真正能从根源预防跌倒、预防失能的，永远是自身的肌力和平衡感。外部环境再安全，如果你自身肌肉流失、腿软无力，照样容易出事。很多长辈觉得我在家少动，多躺多坐就是保养身体，其实你是在主动让自己的身体退化。60岁、70岁、80岁，每一个年纪都有适合的运动方式，不需要剧烈，不需要费力，只要坚持动起来，就能延缓老化，留住肌力。现在台湾高龄族群的退化问题，大多不是疾病导致，而是懒惰、不动导致的。很多老人退休后天天在家看电视，久坐不动，日复一日，身体机能1年不如1年，最后慢慢失去自理能力。与其老了花钱做复健、做治疗，不如从年轻时
从退休后就坚持每日运动，守住自己的身体本钱，除了吃饭、运动，居家安全。第4个决定晚年品质的关键，也是很多长辈的短板，就是身体的自我健康管理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们是不是也属于这种状态？身体没有不舒服，没有明显症状，就完全不管不顾，不量血压，不做体检，不记录身体数据，觉得没感觉就是没病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你的晚年其实一直处在高危风险中。老年人的慢性病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隐性发作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早期完全没有疼痛感，等你出现头晕、胸闷、无力的症状时，往往已经是问题严重，无法逆转的阶段。那位台中退休女教师年轻时也犯过同样的错误。她退休前几年常常有轻度高血压，因为身体没有任何不适，就完全不重视，不吃药，不监测，不复查，觉得自己身体硬朗，不需要多此一举。直到几年前，她在传统市场买菜时，突然眼前发黑，头晕欲倒，瞬间的失重感让她彻底恐惧。她后来跟我说，当时她不怕死亡，最怕的是自己一个人在外，或是独自在家时突然晕倒，没人发现，没人救助，最后默默出事，无人知晓。从那次之后，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健康管理思维，把自己的身体完全交到自己手里，做自己的第一健康负责人。她每天晨起空腹固定量血压，记录数值，从不间断，每半年去医院做一次重点指标追踪，每年按时完成完整健检，所有身体数据检查结果都用纸笔记录保存，一目了然。最细心的一点是，她每次看诊前都会提前把自己半年度的身体变化、出现的小症状、想咨询的问题逐条写好，就医时精准和医师沟通，既不会盲目听从医嘱，也不会自己随意减药、停药、乱吃保健品。这才是老年人最正确的健康管理方式。不恐慌，不轻视，不盲从，不摆烂。给大家一组真实数据，台湾目前独居长者突破70万户，政府每2年投入60多亿经费，用于独老访查、关怀服务、紧急救援设备配置。核心原因就是独居老人的健康变化太过隐蔽，没人及时察觉，没人及时提醒。国健署曾经推出长者量6力检测，分别是认知力、行动力、营养力、视力、听力、情绪力。数据显示，每4位老年长者就有至少1位在其中一项能力上存在明显退化风险，走路变慢、视力模糊、听力下降、容易健忘、情绪低落。这些看似正常的老化表现，其实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，预示着身体机能正在快速下滑。可惜绝大多数长辈都选择忽视，觉得老了本来就是这样，最终小问题拖成大病，可控的风险变成不可逆的失能。现在很多家庭都会给长辈配备 AI 防跌手表、智慧监测设备、高温预警系统，这些科技设备确实能弥补独居养老的安全缺口，在意外发生时及时报警，争取救援时间。但我想告诉大家，科技永远只能做辅助，永远取代不了个人主动的健康管理意识。很多长辈在健康问题上容易走2个极端，要么完全摆烂不管，任由身体自由退化，要么过度焦虑，一点小症状就反复就医，重复检查，乱吃补品。这2种心态都会严重伤害晚年健康。真正的健康养老是长期稳定、有记录、有监测的科学管理，及时发现血压、血糖、血脂的细微波动，及时调整生活习惯，配合医疗干预，才能在80岁、90岁依旧守住身体的自主权。说完身体的硬体管理，接下来我要讲一个90%长辈都忽略的更隐形、更伤人的晚年杀手，那就是心理孤独与社交断裂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摧毁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最大软伤是什么？是身体疼痛，是行动不便，还是物质匮乏？我从医数十年的真实答案是，都不是。真正慢慢摧毁老人身心的是无声的孤独，彻底的社交隔离，感觉自己被世界遗弃的无力感。很多人混淆了2个概念，独居不等于孤独，一个人生活不等于被社会孤立。但太多长辈独居之后，慢慢关闭自己，不愿出门，不愿交流，不愿麻烦别人，最后把独居活成了孤立。我认识的这位台中退休老师，虽然常年一个人生活，但他从不让自己断开和世界的连接。他每天都会主动制造社交，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温度，每天买菜和摊商闲聊几句，维持日常的人际互动。下午固定去公园坐一坐，听老人家下棋聊天，感受热闹的氛围，
每周专门去巷口的老发廊坐坐，哪怕头发不需要修剪，也愿意听听街头小事，和老板娘聊聊天。他和邻居相处得极好，偶尔煮一锅咸粥就分给隔壁邻居，邻居有新鲜水果，点心也会回赠给他，互相问候，互相照应。谁几天没出门没露面，大家都会主动关心，上门问候。对子女，他也从不绑定，不依赖，不会因为自己独居就要求子女天天陪伴，时时关心，而是保持固定的电话问安。节日见面需要帮助就主动开口，不需要就各自安好。轻松的相处模式让亲子关系没有压力，越来越和睦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小事，慢慢编织成了一张保护他晚年身心的温暖网络，让他虽然一个人生活，却从来不会感到孤独，不会与社会脱节。现代医学研究早已证实，长期孤独并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，它是一种会直接损伤身体机能，提升慢性病发病率，加速大脑老化的隐形病因。长期孤立的老人，认知退化速度、失智风险、心血管疾病风险远远高于有稳定社交、心情开朗的独居老人。现在台湾的高龄社会里，独居长者分为2种完全不同的状态，一种是主动独居，生活自律，社交稳定，身心状态极佳；另一种是被动独居，自我封闭，断绝社交，身心持续恶化。卫福部不断扩大关怀访视、电话问安、社区据点互助、乐龄课程，就是想要帮助后者把一个人住和孤独无依彻底分开。我见过太多长辈一辈子体谅子女，不愿麻烦后代，最后变成不敢联系，不敢求助，自我封闭，慢慢活成了一座孤岛。其实晚年的社交从不需要轰轰烈烈，不需要广交朋友，频繁聚会，只需要几个固定的聊天对象，几段稳定的人际连接，一点点人与人之间的温度，就足以抵挡晚年的空虚与孤独。只要你愿意主动开口，主动问候，主动走出家门，孤独就无法入侵你的晚年生活。最后，我再回到开头那张让无数人醒悟的晚年开销账单，跟大家总结最核心的财务规划思维，这也是所有退休人士、老年长辈最需要理清的养老金逻辑。很多长辈的错误观念是，养老就是拼命存钱，极度节俭，能不花就不花，留越多钱给子女越好。但台北这位75岁阿嬷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晚年最愚蠢的投资就是省该花的健康钱、安全钱，存没有意义的闲钱。真正聪明的晚年财务规划其实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把退休金、养老金分成3份，清晰划分，合理分配。第一份是日常开销费用，专门用于3餐饮食、生活用品、轻度娱乐，这部分钱不用过度节省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，适度放松是晚年最基础的保障。第2份是医疗紧急预备金，单独存放，从不动用，专门用于身体检查、慢性病调理、突发不适的就医花费，这笔钱是晚年的底气，永远不能省，不能动。第3份是居家维护与安全改造费，用于家里的适老化改造、设备更换、环境维护、定期检修、及时更新，守住居家安全底线。晚年养老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花在安全、健康、饮食、运动上的钱全部是投资，只有盲目省下，最后送给医院的钱才是真正的浪费。与此同时，晚年财务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伸手依赖子女，不盲目透支自己，独立自主，有备无患，既维持了自己的尊严，也维护了和子女的和睦关系。看到这里，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完全分辨晚年养老的对与错。最后，我再帮大家一次性破除所有老年养生的常见误区，让大家不再踩坑。第一，独居不等于可怜凄凉，真正可怜的是自我封闭、生活失控的独居，自律、主动、有规划的独居，反而比同住更从容自在。第二，不麻烦子女不等于断绝关系，真正和睦的亲子关系是有距离、有联系、有分寸、有互助，不是一味的忍让与隐瞒。第三，居家养老和养老院养老没有绝对的对错，不用盲目排斥任何一种方式，只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、经济条件、生活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式。第四，少动多休息从来不是养生，而是加速老化，适度运动、坚持锻炼才是延缓失能、守住自理能力的关键。其实晚年生活从来不是一场被动的等待，而是一场主动的经营。你的身体、你的房子、你的3餐、你的运动、你的心情、你的财务，每一项都是需要每天认真管理、细心经营的事。为什么同样是70岁、80岁，
有人百病缠身，处处被动，生活无法自理；有人依旧精神饱满，行动自如，自在从容。差距从来不是运气，也不是存款多少，而是有没有用正确的思维经营自己的晚年生活。只要你愿意从现在开始调整饮食，改造环境，坚持运动，管理健康，维持社交，规划财务，无论你现在几岁，都能把晚年过成自主、安静、有秩序、有尊严的模样。不用看人脸色，不用担心意外，不用恐惧老化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的父母，对未来的自己有帮助，真心建议大家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转发给身边的长辈、即将退休的朋友。我会持续用老中医的专业视角，最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，给大家分享不踩坑、不交智商税的养老养生知识。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省吃俭用却晚年吃亏的长辈？我们下期再见。